心斋桥商店街是大阪最有名又受欢迎的商店街，在著名的固力果跑跑人背后就可以看到入口了。全长大概有600公尺，因为整条都有遮雨棚的设计，所以不管白天啊或是晚上，大太阳或是下雨，逛起街来都非常舒适，所以总是吸引了满满的人潮。到心斋桥的交通也很方便，搭乘地铁玉堂金线、长枯贺见绿地线，在心斋桥站下车就到了。如果是要来日本大肆采购的人，你们可以选择住在心斋桥的附近，就不用提着大包小包的逛街啦。左手边前面这间 Atmos 是日本潮鞋零售商，它是从贩卖球鞋发家的，从8.5平米小店开始，如今已经成为日本到亚洲最具影响力的潮鞋潮流风向指标。这边像是 Uniqlo 跟 GU 等等的日本知名品牌服饰，虽然在台湾也有，但是在日本购买的话，价格便宜很多。另外还有日本品牌的 Wego 也是很值得逛的。这一间里面的衣服款式就很年轻潮流，也都有特价商品可以去挖宝。一样的店家都是可以到5000元日币以上可以退税哦。左手边这间黑色招牌的就是 Sundrop， 除了可以免税10%之外，使用优惠券还有机会享用最高额外的7%折扣，是可以2个优惠合并使用。下方资讯栏也会放上一些药妆优惠券给大家，记得要先存起来。左手边这间 Pablo 是很有名的半熟起司蛋糕，入口即化的 cheese 一定要马上排队现吃。然后我每次经过它都会看到很多人，所以如果有机会还有时间的话，一定要排队试看看。右手边这间叫做达摩串炸，它有很多个分店，然后到日本一定要试试看他们的串炸物。右手边大招牌的西海岸，它是二手服饰店，他们有大量的二手衣服可以供选择，从普通的二手衣服到复古的。然后地下室是一般的上衣，上层主要是男装，还有外套、夏装等等，里面也有少量的女装。然后每一件价格区间都蛮统一的，然后价格也不高。推荐给无论年龄大小都喜欢老式美式休闲时尚的人。除了街边众多的店家以外，心斋桥商店街也有2间百货公司，一间是大丸百货，然后隔壁的那个叫 Parco，2间百货中间有通道是可以互通的，所以如果你们想要逛逛精品啊，还有一些品牌都可以来这边哦。然后这边的药妆品牌也很多，像是松本清、大国药妆、Sundrop 还有 OS Drug 等等。然后买到5000元日币以上都可以退税，所以你们逛街的话，记得都要带上护照，也可以多边比价。每一间的药妆店价格其实都不太一样，其中品项最齐全的是松本清，也通常都会有会讲中文的店员。但缺点是，除非有特价或打折活动，不然它其实商品的价格都会比其他还要
高一些些。如果要买药品的话，可以到 OS Drug， 它的药品价格是最便宜的，但就没有美妆跟保养品这种，然后种类也不太齐全。另外 Sundrug 的价格介于松本清跟 OS Drug 的中间，没有特别便宜。虽然店面不太大，但游客喜欢买的那几种商品其实都有。大国药妆的商品种类就很多种，店内也有会讲中文的店员，单价也不高，所以有很多观光客很喜欢逛的药妆店就是大国药妆。店里的人潮很多，只是因为商品种类也更多，所以不太好找。刚刚说的那些药妆店大多都是营业到9点或是10点左右，然后人潮都很多，所以需要排队等待退税。如果是想要深夜才买的话，然后不喜欢人挤人，可以到24小时的唐吉诃德，它的商品种类超多元，也有退税柜台，部分商品特价的价格也超低，但其他部分的商品其实就没有药妆店便宜，所以记得要比价看看。远在江户时期，这里就已形成购物商圈了，距今已经有380年的历史。当时的心斋桥商店主要是书店啊，跟旧书店、小道具屋跟和服专卖店等等。进入明治时代之后啊，卖舶来品的商店、手表店等等的时髦商店也慢慢变多。大正及昭和时代，和服专卖店演变成百货公司，西洋式的商店也增加了很多种。直到今天，这里一样是热闹非凡，各个年龄层的人都会来到这边逛街，从生活杂货啊、药妆、美妆等等，还有服饰商品配件到各种小物。买得到的商品通通都可以在这边找到，还有很多的餐厅跟美食夹杂在其中，也可以安排一整天的时间在这边。如果想买一些生活杂货或是小物的话，就可以到大创或是3coins，都是几百日元就能买到商品的便宜商店。然后里面种类也很多，特别实用又方便的小物也有。整个影片大家会看到，其实沿路会有蛮多不同品牌的药妆店，所以如果有要来这边买像是药妆啊，还有彩妆等等的，你们可以多加比较价格。继续往前会感觉到人潮有越来越少，前面这边已经不是主要观光客的区域了，店家也比较分散。逛了很多餐厅，暂时逛到这边，接下来我们要前往美国村啦。从 Pablo 旁边的这个路进去往前走，就会来到美国村的区域。美国村这边指的是地铁心斋桥车站的西侧，沿着长窟通道到道顿崛的区域。另外搭地铁来的话，从心斋桥站7号出口或是4桥站5号出口都可以到。美国村是大阪很多年轻人聚集的地方，这边也有平价潮流的服饰啊、古着杂货，也有很多好吃的平价美食。会到这边逛街的几乎也都是年轻人，然后走到这边就会发觉路上的街头风格啊，跟刚才心斋桥的感受是完全不同。街边店家、商店贩售的服饰风格基本上是以美式休闲为主，然后会有一些古着或是二手衣物店。认真逛的话，搞不好可以挖到宝哦。右手边这间百货商场是 Big Step， 是结合了美式潮流啊、艺术、街头游戏、音乐，还有美食等等的一个综合商业设施，也是美国村的一个知名地标。各种日本时下年轻潮流品牌这里也都有。
左手边这间就是一间古着店，是日本最近很流行的古装风格。前面的玉金公园也叫做三角公园，聚集了很多人潮，周围有很多小吃摊贩，很多人都会来这边买小吃，然后在旁边休息聊天，可以说是来美国村必去的地方。美国村的历史从1960年代晚期开始发展，然后迅速的转变成为最新流行跟街头时尚的集散地。至于为什么这边要叫做美国村，这个已经不可考了。因为对日本人来说，这里随心所欲的氛围就是他们所认为的美国。美国村这边也有夜店酒吧，所以到了晚上就有很多年轻人会在这边狂欢，特别是有活动，像是跨年倒数啊、万圣节等等，三角公园附近都会聚集很多人在这边炒热气氛。逛下来会发现，美国村的店家除了在三角公园附近很集中，其余都蛮零散的，所以可以安排1到2个小时在这边逛逛，感受一下这边的活力之外，在商店也可以挖宝。然后古着的价格其实都很便宜。这边有一些餐厅跟有名的小吃，像是 iStar 跟甲贺流章鱼烧，还有一间冰淇淋店叫做白衣生乳，所以不妨都可以去试看看哦。这边街上有不少涂鸦，然后商店多数是卖古着啊、唱片、潮流、Y2K 的。在众多的商店中，云集了许多不同年代的产物，像是2手相机、玩具、饰品，还有手表。最近还有很多年轻人会收集的唱片，所以如果想要挖宝的话，是一个很好逛的地方。美国村这边沿路其实服饰店的话都是以男装为主，到后面这边的店家就比较零散一点，然后我们也会看到沿路的美国村都是年轻人居多。这里到下午的时间逛起来感受很像台湾的夜市，有一些餐厅，然后小摊贩，还有服饰店，然后店内也会播流行音乐。所以如果来到日本想要买服装的男性们，一定要到美国村来逛逛。WEGO 这边的风格主要以元素街头风和古着感为主，饰品也非常特别，常推出童趣好玩的设计，而且常常会与其他品牌合作，推出许多独特的款式。另外 ，WEGO 的价钱也相当亲民，大概和 Uniqlo 差不多。对于预算有限又想要买新衣服的人，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这边也有卖男装，除了花俏的单品以外，WEGO 的店内也许多素
面的单品颜色丰富，这边真的会一不小心会把全部的东西买回家。店里除了服饰跟配件，也有卖像是很多可爱的小物、发夹、吊饰，还有卡夹、耳机壳等等。然后上面的图案跟造型都会很特别。一般在外面的店家是很少会看到的设计。这边衣服的话，布料用料也很厚实，不会像是洗几次就坏掉的那种。图案的选择也很多，像是印着大大图案的美式风格，都会让人想要全部打包回家。威狗的话，在新斋桥跟美国村总共有3间分店，店内的商品会有一点点不一样，所以都可以去逛看看。来到大阪补货，一定要逛的是新斋桥商店街，周围也都有其他景点可以顺道去走走看看，可以安排大概1天的时间在这边逛一逛跟吃美食，绝对会是收获满满回家。最后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留言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次见。